老牌数据库与企业软件巨头甲骨文 Oracle 通过重塑其业务定位，高调转型为 AI 云端基础设施的供应商。然而随着合约订单的是恶化的资产负债表与沉重的债务负担，标普全球评级于2026年7月9日将甲骨文的长期发行商信用评级从 BBB 下调至 BBB 减，使其处于投资级的最底层，距离投机级俗称垃圾级仅有一步之遥。在此背景下，甲骨文的股价自历史高点大幅回撤了约 65%， 最低触及 121.50 美元。这是否代表 AI 转型战略会出现问题，或者 AI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见顶？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及分析股权与债券的价值，我们做了一个回顾分析，这里与大家分享财务现状与资产负债表的回顾。由于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解读过甲骨文截至2026年5月31日的财务报告，这里我们仅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跳转观看。甲骨文的业绩增长背后隐藏着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撕裂与紧绷。2026财年，甲骨文为建造数据中心和采购高端 GPU， 实际资本支出增至557亿美元，导致其自由现金流为负237亿美元，打破了该公司过去10年平均每年产生120亿美元正向自由现金流的记录。管理层指引2027财年的资本支出将进一步上调至900亿至950亿美元，这高于机构此前预测的600亿美元。再考虑到约200亿至250亿美元的客户预付款及设备报销，标普仍预测其2027财年的自由营运线金流将进一步扩大至近负420亿美元。对于甲骨文的传统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公司财务模型将成为依赖外部高杠杆融资的资产重型化。同期，甲骨文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总债务已从2025财年底的1090亿美元升 53.7% 至1674亿美元。对于信贷评级计量，这一债务规模还需要进行多项实质性的资本调整。标普在评估其信用状况时，进行了一些并入债务规模的调整，主要包括将甲骨文预计在2027至2029财年期间陆续开始生效的2600亿美元新增数据中心租赁承诺，以及同期已达130亿美元的无条件购买义务。这使甲骨文调整后的债务 EBITDA 杠杆率在2027财年预计将维持在 4.5 倍的警戒线附近。在债权端，由高盛集团领衔发行了高达430亿美元的高级无担保债券，在股权端由花旗集团领衔发行了约50亿美元票面利率 6.50% 的 CLSD 强制可转换优先股，并授权了一项高达200亿美元的市价增发 ATM 计划。该优先股交易代码为 ORCL-PRD， 规定了转换价格区间为 160.06 至 200.07 美元，预计将于2029年1月强制转股。这在技术上延缓了即期的股权稀释，但也给中期的股价表现埋下了股权稀释悬顶之剑。剩余履约义务 RPO， 合约质量的5层价值转换透视，甲骨文多头阵营的焦点在逾期高达6380亿美元的 RPO， 这被视为未来的营收蓄水池。请注意，这里不能简单将此金额乘以估值倍数，可以考虑通过5层价值转换框架对其进行实质性的风险折现与底层资产审查。第一层，交易对手信用与客户集中度风险，标普估计在6380亿美元的 RPO 中，仅 OpenAI 一家客户的合约金额便占据了约半数份额，即对应双方于2025年9月签署总额3000亿美元的5年期算力供应协议。尽管 OpenAI 在2026年3月成功融资122亿美元，
且其年化经常性收入 ALR 增长至250亿美元，但其2025年度的营运亏损预计为140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单季的70亿美元亏损，高杠杆且尚未实现盈利的初创企业作为单一最大交易对手，给甲骨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信用集中度风险。第二层，营收确认与现金流入的时间滞后性。甲骨文的算力合约并非极其变现工具，其 RPO 的认列高度依赖于物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设备交付进度。在目前的 RPO 结构中，仅有约 12% 能够在未来的12个月内转化为实际营收，高达 68% 的合约额被分布在第13至60个月，其余则分布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此外，甲骨文2026财年的营运现金流中包含了约46亿美元的客户预付款，这些款项含有实质性的融资成分，意味着其现金流质量中包含了一定的非经营性水分。第三层，硬件快速折旧与租赁合约期限错配。有分析师曾经指出， GPU 及高速光纤网络等 AI 核心硬件的实际经济寿命极短，可能在部署后2至3年内便会面临技术淘汰。甲骨文在会计处理上将设备的会计折旧年限设为6年，但可能面临淘汰周期与实际情况的背离。而且甲骨文与 OpenAI 的算力合同期通常为5年，甲骨文为此锁定的数据中心租赁承诺却为15至19年。如果客户在5年后不续约，则出现了期限错配，以及将面临空置与转租的损失风险。第四层，重资产营运成本对边际利润的蚕食。与传统高毛利的数据库软件授权不同，云端基础设施业务伴随着庞大的固定营运成本和变动营运成本，包括电力消耗、精密液冷系统维护以及专用带宽租赁。这导致甲骨文的整体利润率结构，营运利润率由 30.8% 下滑至 30.6%， 和资本报酬率 ROE 由 60.8% 下滑至 40.2%， 发生了永久性下移，商业模型的吸引力面临缩水。第五层，系统性监管与合规成本抬升。2026年7月10日，英国财政部将甲骨文指定为英国金融体系的首批关键第三方 Critical Third Party， 使其自7月13日起接受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局 PRA 和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的直接严格审查。在所有被指定的云端巨头中，甲骨文是唯一一家信用评级徘徊在垃圾级边缘的企业。这种新增的监管边界将抬升合规成本，并对其跨国业务拓展设置无形的障碍。全球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放缓推测，市场上近期因甲骨文与 OpenAI 终止德州阿比林 Stargate 数据中心后续600兆瓦扩建的报道，产生了一些 AI 基础设施军备竞赛见顶的悲观推测。目前我们通过对全球供应链及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实际资本开支的交叉验证，认为放缓的推测可以被证伪。阿比林项目 Lansam Clean Campus 扩建终止，不是出于算力总需求的减少，而是源于晶片世代切换策略与多云多站点架构优化。既有的阿比林数据中心仍在全力建设，预计年底前交付 1.2 GW 的 Blackwell 算力容量。双方决定不启动相邻的600兆瓦扩建，核心在于辉达 NVIDIA 的晶片发布路线图。随着下一代 3D 堆叠及液冷架构的 Vera Rubin 晶片预计将出货， OpenAI 为了避免在同一个局域网集群中混合部署不同世代 Blackwell 与 Rubin 的晶片架构而导致通信延迟，主动选择了将 Rubin 晶片的部署分散至全新的独立物理站点。在 OpenAI 释放了阿比林的扩建容量后，微软立即联手数据中心开发商 Crusoe， 租用了该站点剩余的900兆瓦算力容量，使该站点的总容量上升至 2.1 GW。
这说明 GW 级的高电力稳定性数据。中芯依然是各方关注的稀缺资源，由 Vantage Data Centers 开发。甲骨文作为核心租户的威斯康辛州 Port Washington Lighthouse 数据中心项目，生动地展现了电网瓶颈的约束与监管博弈。该项目规划容量近1 GW， 预计投资150亿美元。然而，威斯康星州当地的电力运营商 WeEnergies 指出，该园区的峰值用电需求将高达 3.5 GW， 相当于该电力系统2024年全网历史最高负荷 5.3 GW 的近2/3。为此，电网必须进行高达14亿美元的输电线路改造，并新建专属发电厂。这引发了当地监管机构公共服务委员会 PSC 的强烈警惕。甲骨文已于2026年6月19日在威斯康辛州 Ozaukee County 法院提起诉讼，控告 PSC 越权并缺乏证据支持。虽然在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有类似的费率架构，但威斯康辛州将担保额度与发电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刚性挂钩，且取消了公用事业公司的豁免自由裁量权。这无疑给甲骨文带上了沉重的枷锁。这场诉讼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全美各州在面对科技巨头大用电需求时的风险分摊基本线。分析师定价范围依据因素及动态观测指标。针对甲骨文股价回撤，我们整理了一些分析师的观点。看多方 Guggenheim KeyBank Piper Sandler， 核心论据在于甲骨文高达6380亿美元的 RPO 订单具备极强的生命力， OCI 的定价权并未受损。多头预测2028财年营收将跳升至1302亿美元， EPS 同比增长率重回 36% 轨道。当前股价已进入价值洼地，滚动市盈率收缩至22倍， Forward PE 更是降至16倍，极具 contrary 逆向投资吸引力。看空方阵营 CLSA 巴黎证券 Freedom Broker， 核心论据在于甲骨文的转型正在永久性地将一家轻资产、高现金流、高利润率的软件帝国重塑为重资产、高负债、低回报率的云端租赁公司。随之而来的评级下调 BBB 与潜在的垃圾级风险，将实质性地抬升其全球项目的融资和合规成本。如 Port Washington 电网担保案200亿美元的 ATM 普通股增发，也将严重摊薄每股盈余。总结，这里分享一下我们的考虑，不作为投资建议。虽然股价大幅回撤提供了估值吸引力，但可能面临的重资产化、高资本开支和依赖外部混合融资的逻辑，将在未来2到3年内持续损害其自由现金流的健康度。50亿美元 Series D 优先股的转股稀释，以及200亿美元 ATM 增发计划的逐步实施，将成为其每股盈余 EPS 的负担。在没有见到 OpenAI 信用风险实质性解除或电网合规成本大幅下降前，我们对于股权方面持谨慎态度。甲骨文 BBB 信用评级下调所带来的 6.5% 到 6.9% 的到期收益率，提供了罕见利差补偿。由于公司传统的数据库和软件基础现金流极其稳固，和其在2026年内暂停新债发行的承诺，将推动信贷利差在未来2个季度内收窄，可能会出现在赚取票息的同时获得潜在的资本利得。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